如今我与雨池，大概也会像他和雨山那样亲近，也不至于走到如今这般情景。寒夜小姨，真的是你！阿芝，寒夜小姨，你嫁给我爹爹了，对吗？那这以后是不是也有母亲啦？我只怕我做不好一个母亲。自从阿芝记事起，别人的母亲都会等女儿，阿芝的母亲却是一块木板灵位。阿芝叫了她100次、1000次、10000次，她却从没有领会过阿芝。寒夜小姨也不愿做阿芝的母亲吗？阿芝，爹爹，好了，不哭了，好不好？寒烟小姨是喜欢你的，只是我们才刚刚成亲，你要大度一点，多给她点时间，好不好？是。好了，不哭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本无意惹他伤心，对不起。无妨，慢慢来。今日遭遇此等变故，我们都需要缓一缓。你方才说的我都信你。庄雨池之死，并非是你的错。有生此祸时，周如音一定不会信我。你今日给柴静送信了？我只是告诉他，我打算留下来。今日种种内情，我都瞒过了他。我不想让他担心。这是方才下人给我的，听他的口述，应该是柴静给你的回信。寒烟，戒行安好。自儋州相遇，你我相识3年有余。我曾无数次畅想过，或许有一天，你我能一同去往海上，从此不问世事，相依而活。但近日以来，我却一直在思虑，自己是否应该离开。一个残躯之人，早已无力护你。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，但我始终难下决心。直至今日，你有了能替我保护你的人，我才得以安心。从前、未来，你都不会是一个人。不管你需不需要我，我都会带着你的秘密离去，回到海上，那里才是我的家，漂泊才是我的宿命。你这辈子会离开我吗？不会。那如果我找到了自己的家呢？那我也要一直缠着你。我时常想，这世道千难万险，所以长大之后，
我要做一个能自保之人。就算有一天你无力自保，你也不用怕，自有我在你身后。好看，比烟花还好看。那是你没有见过好看的烟花，你见过啊？以前出海的时候见过。海上烟花，想来是比寻常烟花要好看。你以后若是成亲嫁人，我便许你漫天绚丽烟火相迎。成亲嫁人，我可从未想过。聚散终有时，只是今日一别，不知此生是否还能相见。愿你从此再无忧虑，再无恐惧，一生平安喜乐，勿念勿念。夜冷水凉，别动弹了。聚散终有时，柴姐，你要好好活着，希望还有相聚之日。姨娘，姨娘，灵堂已齐备了，您过去看看吧。晨儿没有死，晨儿没有死，晨儿没有死，他没有死，姨娘没有死。还是早些送池哥上路，莫误了时辰呀。我的侄儿，天寒路长，风起萧松。我儿莫怕，娘亲为你引路来了。我儿莫怕。姐姐没有保护住你，
是在做父子。张世阳，我养了10几年的儿子，不明不白的就死了，你要怎么陪我？侄儿，是我的肚子，还来不及享他一天清福，他就死了。是我将他养大，谁又来陪我？不是你将他养大，是我将他养大的，是我。还有我的雨山，全是我含辛茹苦把他们给养大的。如今儿子死了，女儿变成了这个样子，你不陪，你不陪谁陪呀？你放开我！你想要什么？这满院子谁不知道？你别再拿我当借口！若隐，你向来温顺之礼，莫要胡闹，莫要扰了侄儿的魂魄。温顺之礼，我在庄家蹉跎半生，处处隐忍做小伏低，可是结果呢？儿子死了，现在我的女儿她也跟我离了心，我何尝不是痛心疾首？我何尝不心痛啊！你认贼作父，藏身奸党，日日担心恶行败露，自然是苦不堪言。老爷，你做的那桩桩件件，当真以为妾身全然不知？你伤心过度，失了神智，莫要再胡言乱语啊！胡言乱语。妾身倒是记得，那走行场裴大夫身死之后，老爷常常在梦里面胡言乱语。老爷，你若是想杀了妾身，自然是易如反掌。可是妾身是一个妇人，本就依附着庄府而生，若是你那恶行败露了，你死了，妾身又怎么讨生活呢？即便有千千万万个人想要害你，这其中也绝对不会有我。妾身愿意把这桩桩件件都烂在肚子里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便是同盟。老爷，可愿信我？莫要再说了，我知道你要什么。好了，都各自去忙吧。是。于山，你过来一下。
过来，二小姐。大家伙都利索着点啊！雨山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庄府的嫡女了。去换身漂亮的衣服，从此以后这府中再也无人敢欺辱你我母女二人。漂亮衣服，小娘好兴致啊！看来弟弟没有白死，至少祝你多年夙愿达成，终夺得主母之位。雨山，我这么做难道不也是为了你吗？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庶女，我也不再是小娘，你可以名正言顺的唤我一声母亲。嫡女庶女又如何？从小到大，若不是你日日颠倒是非，我其实根本就不在意这些。真正在乎的，从来就只有你。雨池是被我害死的，也是被你害死的。小娘打得好，我该打。我说过了，不要再叫我小娘。你给我牢牢记住了，池儿不是被你我害死，害死她的是庄寒夜。如今她嫁入傅府，得傅云熙相助，日后只会更胜从前。但如今我是庄府的主母，你是庄府的嫡女，不再是奴是婢。只要你嫁入高门，这二人我们便不足为惧。母亲还想让我嫁给谁？这京中的权贵众多，皇亲国戚数不胜数，凭你这姿色，还寻不得一个好夫家。我为何非得嫁给皇亲权贵？你是受我教导长大，怎么还能问出这种话呀？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们女子皆为无根的浮萍，立世之本，唯有父亲和夫君。你的父亲官职微末，更无权势。你的未来世贵世贱，只有靠你的夫君了。看来弟弟死了，母亲便把后半生的希望寄托在了女儿身上。雨山，难道从今往后，你永远都想被庄寒夜踩在脚下？我不想，但我也不想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你争权夺势的筹码。你多年夙愿一朝得成，日后还是好好做你的当家主母吧。风寒汤药，喝下去，总会好受些。不必了。你我既已结为夫妻，那面子上总得过得去。母亲和二姨那边，还请你费心应对，尽量别让他们看出端倪，否则日后都是麻烦。我分内之事，自然会做。但还有一件事情，需要你帮我去做。何事？我与母亲离京前夜，我曾见过宇文长安一面。寒夜宇文伯伯，啊，是你母亲让你来的吗？我母亲今夜已经拿到和离书了，她想明日便速速启程，尽快离京。细文
他终于松口答应了。是。好，实在是太好了。寒烟，这件事情也要谢谢你。我做这一切，都是为了母亲能够脱离苦海，完成此生夙愿。虽然你没能在希文身边长大，但你真的是个好女儿。那我们明日一早便速速启程。既然都已得自由身，那便明日一早动身。只可惜，最终都没能将庄世阳绳之以法，这些年的努力都白费了。您还做了什么事吗？其实这些年，我并未得闲。面对庄世阳做下的桩桩恶行，我一直在寻找证据，就是希望能将其抓获。那您可有找到什么蛛丝马迹？确实找到一些，但每逢关窍之处便会碰壁。我已将找到的证据整理成册，装在一个檀木盒里头，存放在督察院。其实我早已做好打算，如果希文不愿意离京，那我耗费一生也要和庄世阳纠缠到底。我一定会打通那些关窍之处，一定会找到罪证，也一定会将其定罪入狱。现如今希文都已经放下了，我又何必如此的心怀执念？我俩不如离京而去，找一个山清水秀之处度过余生，再也不去想那些阴险叵测之事。这些证据如今还在督察院。那日赶到十里驿站，宇文伯伯早已身亡。若是能寻得他这10数年来精心收集的证据，于大师一定会有助力。只是此事还得你帮我去查。怎么，你做不到？我虽已官复原职，但想进督察院搜查，并不简单。若是简单，还要你何用？我先尽力一试，记得把药喝了。韩燕的风寒可好些了？少夫人养了2、3日，已无大碍了，还说今日要来向您敬茶呢。姐姐，哎呀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妹妹何事如此惊慌？方才有人送贺礼来，我打开一瞧，竟是什么？竟是姐姐，你莫看，别叫这东西脏了你的眼。无妨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快，上茶，喝口茶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些话我憋在心里，早就想说了。这满京城都知道，这庄三小姐刚出生便被天师指认为赤脚鬼转世。你知道她……好了，别说了。我父父乃如素之家，莫要人云亦云，信那些鬼话。我刚开始也不信呢，但是你想想，他才进门几日，怎么人家就送来这么恶心的东西啊？你想想人家天师……韩燕见过母亲。你风寒未愈，不必如此多礼。方才听下人说过有贺礼送来。这……韩燕，你别……哎呀，这恶心的东西！哎呀，端走！哎呀，快点儿！庄三小姐可真是乡野间长大，见了这剥皮拆骨的大雁，也丝毫不惧啊。一只死雁有何可惧？我只知道一雁有4种吃法：雁心、雁血、雁皮、雁肉，可各成一菜。既然有人将这稀罕物送上门来，
还帮着石舵好了，咱们又何必浪费？好，都听你的。儿媳有如此胆魄，真是我们云溪有福气了。哎呦，这屋子啊，还是有一股子腥味儿。哎，秋月，先扶夫人回屋休息。姐姐，这屋子里面味儿还大，您先回去休息啊。少夫人，果然是有胆气啊！即便是关公来了，怕也不输。日后这府里，还得依靠少夫人来管家才是。二姨谬赞，我早听云溪说过，论起管家理事，京中唯有二姨可称一员将才。韩嫣自幼乡野长大，性子愚莽，怕是不能胜任。话虽说得轻省，家中事务庞杂，你身为少夫人，本就有管家之责，还是趁早学一学的好。二姨一定要教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学？既然您不吝赐教，韩嫣自然不敢推辞，一切听凭二姨做主。好，方才我说的规矩，你可都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好呀，那我们就来演练演练，看看你是真记住了，还是在这儿糊弄我的。盛酒浆。松开！二姨为何动手？您方才说过，夫人吃完饭便盛酒浆漱口。筷子是搁下了，汤还没喝呢，你就赶人下桌，难道不该打？如此便要挨打，我是嫁入了阎罗地狱不成？放肆！若夫人在这儿，见你如此无礼，岂能容忍你丝毫？早一棍子把你撵出去了。二姨莫要以己度人，母亲一向宽仁大度，不会计较这些。我小肚鸡肠，走，跟我到账房去。哼，我们满府人口不多，上下也得20-30人，光是每个月的份礼钱就是一大笔开销，再加上日常采买、吃喝用度，全都入在这账册里面，还要日日核算、月月盘清，来不得一星半点的差错。会使吗？粗浅学过。你不要小看了这91枚珠子，不说是一府的用度，即便是国家兴衰，也在这粮筐之内。你既然说你会使，那我今天就检验一下你这走珠的本领，就从你的喜宴花销开始算起吧。来吧。苏心坊的花坠装缎、素缎各1球，折8两。南市罗城铺的黄袍挂摆共5匹，折4两。松江府棉质的侵入2床，折3两。洋酒果品2台，折银5两7钱。上等猪肉20斤，折3两4钱。鲁西黄牛肉10斤，折6两5钱。丹阳黄酒加仁怀白酒共折银7两2钱。鸳鸯枕一对，一共2两4钱。中古糯米15斤，折1两9钱。红心节6副9钱。金木羊衣至2两8钱。紫墩土3钱。毛片2两8钱。花竹台1两2钱。龙眼2钱。椰子3钱。红枣6钱。开币1两。红姜。你好！我怕二姨念得太快，咬了舌头。再来！这么快就怕了？今日二姨教我管家是假，怕我这心腹入门夺了你的管家权才是真怕。你胡听些什么鬼话！我在这府上忙活了大半辈子，你才登门几日，连家中的人口你都摸不清楚，我还怕了你不成？忙活了大半辈子，可惜终究是个外人。你给我站住！庄寒夜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刚什么意思啊？二姨把心放进肚子里，
这管家之权啊，我看不上。好啊，你要是不愿意学，那我就让云溪纳一房妾室来，自然有人愿意学。若家里多个说话的姐妹，韩燕自然是高兴还来不及。当真？当真。哼，行，我倒是觉得姐姐的随身丫鬟秋月不错，那孩子到岁数了，模样也周正，我也觉得她能。我不同意。云溪啊，你要是觉得秋月不行的话，那二姨再帮你寻寻其他。你往日性情莽直也就罢了，为何近日如此不知分寸？二姨都是一心在为你着想啊，你怎么能这样跟二姨说话呢？韩燕才进门没几日，你便张罗着为我纳妾，对她可有半分尊重？方才是她自己同意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哟，你们俩倒好，现在是夫妻二人合着伙来，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黑脸，跟二姨在这演戏呢，是不是？二姨，你记住了，我此生不纳小妾，不收通房，富家只韩燕一位正妻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夫妻二人之事，你亦别再插手。云溪，二姨是自幼把你带大的，你现在娶了个老婆，就不让二姨管了是吧？今后你们夫家的事情，不要再来找我。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回乡下去，你别拦着我。我本无意与他争执，是他不依不饶。你当真愿意我再纳妾？你我联姻本是各有所图，在这府上，我只负责扮演好一个贤良妻子，别的我没有资格，也无心插手。你去过督察院了？去过了。督察院戒备森严，处处束手束脚，也不能名正言顺的大肆搜查，暂且并无收获。宇文伯伯家中呢？所以我与沐风、沐言已去翻查了一番，也未能寻得那檀木盒子的踪迹。既然如此，也只能迂回行事了。那你要如何迂回？母亲亡故那夜，我便已想明白，若要成为京城贵女，必先结交各路高官公爵、文人雅士。那你可知，如今京城的第一贵女是为何人？苗贵妃。不错，若我能拜她门下，与她结交，那我在京中便可得无尽威势。庄世阳也好，督察院也罢，一切皆可手到擒来。别趟着了。他与你母亲本为宿敌，如今你还想借他上位？宿敌又如何？在这世上，从来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要有利益，便都可以化敌为友。上元登宴之后，京中有深宫传闻，苗贵妃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，我要你去将此事内情调查清楚。你当真要趟这浑水？即便是苦海，是弱水，我也趟定了。少夫人，怎么？今日府上有些不好听的传言，是关于您的，只怕老夫人他们都已经听见了。什么传言？
当真？前日一早是我去少夫人房中换的被褥，我亲眼所见。我瞧这少夫人是个规矩女子，会不会是你看差了？我又没瞎。那白绸床单上有无落红，我难道还看不出来？你爱信不信吧。你俩方才说的都是真的。今日府中都传遍了，若不是恰巧被我遇见，将他们斥骂一顿，指不定都传出18里地去了。妹妹莫慌，还是等韩燕一会儿来了，我来亲自问一问她。母亲，韩燕，坐下说话。姐姐心慈，拉不下来脸，我来问她。韩燕，我替夫人问你一句，你嫁入傅家之前，可还是处子之身？韩燕不知做错了什么，竟要遭受如此羞辱之吻，请母亲明示。你不用拿夫人当挡箭牌，我问你，你答便是了。韩燕从未逾矩，自然乃清白之身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既然你说你自己是清白之身，那为何新婚一宴未见落红？罢了，韩燕既说自己是清白的，想必不会有假。姐姐，你糊涂啊！这种事情哪有自己会认下的？事关我们傅家的门风，不如我们找个女医来为她一验便知。此事不妥。有什么不妥的？夫人，这位是谭大人。母亲，这位便是宫中御医谭云贤大人。见过夫人。哦，谭大人。哦，谭大人请坐。谭大人请。素闻谭大人医道高明，不知今日莅临敝府，所谓何事？母亲，府上传言，我亦有所耳闻，便私自做主将谭大人请来了。家中下人疏于管教，满口胡言，谭大人见笑了。少夫人自己怎么说？韩燕不敢说知书识礼，但在男女大防上，从未逾矩半分。姐姐，谭大人乃宫中御医，必然手段高明。我们不如请谭大人为少夫人一验，若是清白无辜，自然旁人再无闲话。本官乃少夫人请来，查验之后，我说她无辜，你便可说我二人早已串通，叫她清白难辨，仍在家中遭受闲言碎语。若本官说少夫人确为不洁之躯，那便正中你下怀，你好将她赶出家门，我可有猜错？谭大人，您真是冤枉我了。您乃宫中御医，定然做事光明磊落。我要是疑了您，岂不是疑了宫中的嫔妃娘娘们？今日您只管放心，替少夫人一验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寇二姨绝无二话。那敢问二位，少夫人可是愚笨之人？自然不是。我们家少夫人足智多谋，怎么会是愚笨之人呢？这寻常百姓尚且知晓，要想伪装处子之身，便在新婚之夜备下一块染血白帕，趁着夜色偷天换日。以少夫人的聪慧，岂会想不到这一层？既然并未如此行事，那便足以证明少夫人是光明磊落、身正行端的。谭大人说的有理。这世人愚昧呀，常以无稽之言妄下判断，可你们却从未想过，便是那林中之夜，尚难寻出两片一模一样的来，更何况这世间女子千千万，自然是各不相同。以初夜落红而断女子贞洁，本就是以讹传讹的陋习狂语。从古至今，不知害了多少女子因此冤死。贵府乃清正之家，切莫如那无知莽妇人云亦云。
铸下冤案才好。谭大人所言极是，是我一时糊涂，让韩燕受委屈了。母亲不必自责，韩燕从未将此事放在心上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此事已解，本官不再叨扰，就此告辞。谭大人请。谭大人，我来送您。劳烦谭大人跑一趟。无妨。哦，令堂的腿疾近来如何？可有按时服药？母亲她一切安好，劳烦谭大人关心。也要谢谢大人，让她能从轮椅上站起来。此事对于她来说，无异于再造之恩，举手之劳而已，不必挂心。对了，贵妃娘娘她近来是否亦有烦心之事啊？此事牵扯甚大，下官实在不敢妄言。告辞。谭大人慢走。可有进展？你先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德孝皇后生前著述此文，为了归述宫中妃子的内训20则，近日有人抄录了数十份，在京中四处散传，只为攻讦苗贵妃。究竟为何？东宫太子年幼，皇后此前因病重而死。苗贵妃上元登宴回宫之后，便执意要将太子收为养子，因有称后之心，因此惹得群臣上奏，有人要圣上处死他。圣上念及旧情，迟迟不决，便有大臣出此下策，暗中以这女训来讽刺苗贵妃包藏祸心。他们这是怕圣上年迈，若他日宾天幼帝登基，苗贵妃借此机会把控朝政。是，近来朝中盛传有5位权臣欲联名上奏，说这联名奏书传入宫中，只怕便是压死苗贵妃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苗贵妃如今已岌岌可危，自身难保，你还想要攀附于她？不，她若稳坐后宫，我又如何能博得她高看一眼？这些古板大臣，于苗贵妃而言，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刃，但于你我而言，却是破局之棋。只要能将他们一一攻破，便能帮苗贵妃解了这危局。只要她能重回高位，重获权势，届时只需一道令旨，便能将庄师阳的护身符摘下，届时自可继续追查，将他定罪。即便你救了他，你敢肯定他会帮你吗？只要让我进宫，此事就一定能成。此事牵扯国本朝政，一招不慎，便是满盘皆输。傅云熙，你何时成了这畏首畏尾之人？庄师阳一把火烧掉四海大典时，可曾想过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？如今既已坐上这赌庄，他想坐庄，我也要坐庄，那就是要赌一把大的，否则何以成事？果然没有看错你。什么意思？马车已备好，是否跟我走一趟？顺女张氏许嫁于邓，邓公生，夫人执机帚，掌衣履，扶枕席。邓公卒，夫人常徽屉，守其墓，终天年。夫妇者，人伦之始。邓家独自早亡，邓家儿媳张氏为夫守节多年，终获朝廷金表，得贞洁烈妇之名。这是光耀门楣的喜事，今夜邓府便要设宴庆贺。
钦此。邓家满门，谢圣上隆恩。所以呢？攻讦苗贵妃的那5位权臣，身份隐秘，无人知晓。以我之力，只能暂时查出其中1位。与你们庄家也是旧交，便是他邓大人。你想趁此机会今夜拜访？拜访之余，还要拿到一封密函。什么密函？既要射箭，总得先要有靶子。据邓府眼线回报，今夜会有一人将那封联名奏书送至邓府，让邓大人签字画押。那封联名奏书于你我而言，便是一张名单，也是靶子。你早已计划好了。既然答应要做你的登高之石、攀云之梯，自然要兑现承诺。但这5位权臣身份非同小可，你我确认他身份之后，要想尽一切办法，或恩威并济，或软硬兼施，直到他们撤下奏书为止。天子脚下，朝廷命官，如此行径，你敢吗？有何不敢？他曾起他从前满身疤痕，他忘了他是谁，扮作贵人，夜幕沉沉，庭院深，迷雾阵阵。他已走入这战场，不容分身。几分爱，几分恨，不必追问。谁是假，谁是真，还需辨认。畏惧之中求温存，难免被笑天真。狼烟燃起，号角吹，谁能脱困？他愿化作利刃，至今不退，杀入这古城。即便狭路相逢，血染双眸，已无怨无恨。不信山覆天定，不求归身，紧握手中人。寒冬君也难白，为他背上纸，这句为尊真。他愿一生为人，以爱为盾，杀入这